画上句点，何不就让它悄悄入眼？看今天更光鲜，别忘了还有明天。选你将来的志愿，一步步再慢慢去实现。不管路有多远，有多险，有多倦，在这无悔无怨的内心世界，我遇见了美丽丑陋的脸，和酸甜苦辣一一尝遍，但是我情愿为感动，为明天。痛虽然有深有浅，泪擦干，那就会好一点。风虽然看不见，但自由无极限。7点了，不10点进怎么会好？丹顺，你的脚干嘛？我儿子进了医院，说要去接多点工程哦，没想到一不小心就掉了下来，摔到了。啊，王师傅啊！哇，等一下，哇，王师傅，你的推拿功夫这么好哦，可不可以把它推得没有受伤的痕迹啊？可以，我怕你以后变成周润发。啊，什么意思？小马哥啊，拐着脚走路啊。王师傅，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嘞。我老婆现在整天在哭啊，我怕她看到我这个受伤的样子，又会烦个不停。你老婆在坐月子怎么可以整天哭呢？我告诉你呀，整天哭的话，以后老了眼睛很容易坏的。她要哭我也没有办法的嘛，我又不可以像水龙头这样一直把它关掉。会不会是得了产后忧郁症啊？这种叫做障躁症，多数是因为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在引起的，一发作起来会大闹大叫、哭笑无常、言语错乱。对，就像发神经一样哦。哎呀，你老婆为你生了一个儿子你还这么说他？哎呀，你真是太没有良心了。哎呀，只是开玩笑而已啦。洪师傅，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医我老婆的啊？去抓药，我开了几片桃仁陈鸡汤，有凝神解郁闷的功效啊。哦，可是我现在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，哪有时间煮给他喝？那就带他去看医生，拿药来吃啊，比较省时方便。我是看他那么忙，想帮他而已。我是怕你越帮越忙啊。不要紧，我帮你煮，你明天来拿给你老婆喝。哎，谢洪师傅，你真的就像我老妹说的一样，义薄云天的。如果有一天你做牛做马，我一定喂草给你吃啊！哦，没有，我是说，如果有一天我做牛做马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哎呀，助人为快乐之本嘛。哎，钟很兄啊，你好人做到底咯。明天你可不可以把那个药带去医院给阿玲喝啊？好啊。哇，你们一家人真的是太好了。请问我的医药费要多少钱呢？不用了，你就把这个钱留给你的儿子还有老婆看医生，记得啊。哇，谢谢你们，那我先走了。小心你的家啊！慢走。哦，拜拜。小心点啊！好，拜拜。怎么样？中医有4医真药西医呢？政府有医药津贴啊，要不然也可以申请福利援助。臭小子，我一讲话你就有怀疑我啊！我没有啊，现在你骂我，我又不能骂回你。哎呀，好了，我真是被你们父子2个人气死了，真的。滚立贝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阿丽。
阿丽，古尼贝啊，他好一点没有啊？洪师傅，最近他骨折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。所谓肾藏精，精生髓，髓强骨。肾好的话，骨头就会强硬了。我等一下开个6味地黄丸给他吃。谢谢你了，洪师傅。古尼贝啊，既然那么严重的话，那就带阿丽到医院去看看医生，照 X 光啊。你呀，刚才干嘛又给儿子脸色看呢？哼，这种儿子，老是拆老爸的台，我不臭骂他那一顿啊，已经对他很不错了。儿子是护士，他当然有他自己的一套啦。哎，我到现在就是不支持他当护士。他也是坚持自己的理想嘛。你不是说过了吗？做人呐要有原则的，不那个左右摇摆的吗？哎，他根本就不相信我。那你有没有相信过他对西医方面的认识啊？啊？哎，做人不能够左右摇摆嘛。唉，我啊懒得理你。老爸，这种水喝了真的对那个脏燥症有效啊，可以凝神解郁闷啊。每个人都相信我，就只有你不信啊！我相信，我相信。中药是治标又治本，药效虽然没有西药来得快，不过中医永远比西医好。中医学是集合了5000年的文化，博大精深啊，融合了天文地理。啊，对。老爸，最近我也有一些心浮气躁，是不是也可以喝啊？这药里边有大黄，是泻药的一种。那你还叫人喝？哈，无知啊！对症大黄是补药，不对症人参也是泻药。这药的药性很猛，适合胀燥症的人喝的。普通人呐，要喝就喝逍遥茶。给我看会儿。哦，逍遥茶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桃仁承气汤，我爸说啊，喝了对脏燥症很有效的，为你嫂嫂准备的。什么是脏燥症？没见识。脏燥症啊，大多数呢是因为精神受到重大刺激所引发的。病发的时候呢，病人会大叫大闹、哭笑不得、言语无常。哇，你果然是学识渊博，好了不起！众哥兄，请受小女一拜。好说好说。无聊啊你！这个是给忧郁症的，昨天我老哥已经告诉我了。早就已经知道了，还害我说那么多。来，哎，干嘛？这壶才是。那这一壶呢？这是给秀月准备的逍遥茶，她最近啊精神也不是很好。别说我没提醒你啊，你小心招惹 sister。哪有？你整天偷偷跑去帮秀月，要是让 sister 知道，你小心被骂。可是这时候的秀月是最需要我们关怀的。是啊，但是秀月，找我什么事啊？这是我给你煮的逍遥茶，喝了解郁闷的哦。是吗？是他特地为你准备的，我想喝都没有。你要的话，拿去喝啊。他整天都在笑，已经够逍遥了，不用喝逍遥茶了。不用麻烦你了。不会，那你呀，最近心情不好，喝了之后啊，保证你快乐又逍遥。笑不代表没有忧郁症，没听过强颜欢笑啊。你来了，你去哪里啊？为什么不看着阿伯？我出去外面透透气可不可以啊？难道我大小便就不可以？出去透气也要跟护士讲一下的嘛。万一阿伯发生什么事怎么办？看不看又怎么样？反正也是这个样子。你说什么？阿伯现在是生病嘞，你做妈妈怎么可以这样讲？如果你真的是关心阿伯的话，你晚上就会轮流来看着他啦。轮流看啊，我不用做工赚钱咩？
对不起，这里是医院，请你们说话小声一点。医生啊，我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？报告已经出来了，证实了 baby 得的是法洛氏4联症，也就是说他的心脏有4种畸形变化。这么复杂，这样是不是说阿伯的心脏有洞？心室综合缺损是4联症的第2种特征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们会为 baby 做一次分流手术，把一条人造导管从他的主动脉接到肺动脉，让鲜血能够流入肺部。哇，就是说要开刀喽。可是阿伯这么小，这只是个小手术，危险性不大的，你们放心。可是阿伯现在看起来什么事情都没有啊。他喝奶的时候会气喘，而且他的嘴唇和舌头会变蓝，这些都是症状啊。阿伯开了刀是不是一定会好啊？这次手术只是暂时性的，等 baby 大概8、9月的时候，医生会再次为他开个完全矫正手术。什么？阿伯他要开2次刀啊？你们考虑考虑，再做决定吧。记得说话不要太大声。开一次刀不够，要开2次嘞，不是需要很多钱？喂，你才刚刚来，你又要走啊？你又要把阿伯丢给我一个人照顾？阿伯现在要开刀需要很多钱的，我是去开工赚钱的。做工，阿伯就是因为你整天敲敲打打，才敲出现在心脏有一个洞啊！我不去做工的话，你要我们2个都饿死咩？哦，你现在是怪我，你怪我黏你啊！你这个没有良心的，当初那么的为什么会嫁给你？发什么疯啦？回去看阿伯。你走啊！我这里谁都不关心我，也不关心阿伯呀，你都不关心我们。大嫂，发生什么事？大妹，人家的命好苦啊！好，来，坐下来再说来。娜娜。王医生说这个手术很安全的，你不用太担心了哈。我是为了自己才哭的，人家糊里糊涂就嫁给你的哥哥，糊里糊涂就当上妈妈，糊里糊涂就生下一个有病的孩子。人家的一生就这么完了。大嫂，我老公虽然脾气很坏，但是他很关心你的。你看这个桃仁橙鸡汤啊，就是他叫洪师傅煮给你喝的，喝一点。我才不要啊！他根本就不关心我了。阿顺，上次跟你提到那个2手承包工程，你到底接不接？接是想接，但是每次收钱都很麻烦的嘞。你要考虑清楚啊，这是个大工程啊，可以赚整万块的，不要说我不关照你啊。啊，如果你不接，我去找别人啊。等一下，我坐。阿顺，强哥来了，坐。要喝些什么吗？不必了。哦，要借多少？1万块。你知道我们的利息是怎么样算的啊？哎呀，强哥，我又不是没有跟你借过钱，我刚接了一宗大 project 啊，等我完工之后，我收了钱哦，我连本带利还给你。我不怕你不还的。不然多借3000块了。哎，你到底要借多少？1万3，因为我儿子进了医院开刀，需要钱用啊。你讲的啊，1万3啊。
爸，吃饭了。哎呀，都叫你不要送饭来了。你怕我麻烦，那就回家吃饭啊。你跟麻德要冷战到什么时候啊？都已经是老夫老妻了，一人让一步不就好了吗？大人的事，你是不会懂的。麻德已经将秀月调回儿童病房了。爸，你没事吧？爸没事。回家去吧。爸答应你，不过山你先陪爸爸去一个地方。爸，秀月她肯见你吗？我现在不敢祈求秀月会原谅我。我最大的心愿是希望你们姐妹能够和好。爸，秀月吃了很多苦。如果有一天我走了，我希望你能好好照顾她。好端端的，你干嘛说这种话？秀月，秀月，等一下。我知道你恨我，可是不要因为我而对山女有成见。她毕竟还是你姐姐。姐姐，我从来就没有姐姐，以前没有，现在没有，以后更不会有。我们都是为你好啊，为我好。当年你把我们抛弃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为我们好呢？凡是姓张的，我不想再跟他们沾上任何关系。秀月，秀月，你听我说，秀月，我求你，我身体有重病，时日不多了。爸，你得了什么重病？为什么没有跟我们说啊？如果爸爸有什么不测的话，我希望你们能够互相照顾。我不需要任何人照顾。爸都说他有重病了，你还想怎样？他有没有病与我无关，反正在我心目中，他早已经死了。爸，你怎么了？爸，爸，爸，秀月，爸晕倒了。爸，你不要吓我，爸，你不要吓我，爸。对不起，你现在不可以进去。秀月，你不等爸爸醒过来吗？他醒来看到你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送他进医院，只是再尽一个护士的责任，并不代表我已经原谅他。他怎么会在这里呢？是他跟我一起送爸爸进来的。你们怎么会在一起呢？爸要我陪他去找秀月，怎么知道？被他给气晕了是不是？马德，你明知道你爸爸的身体不好，还带他去给人家气。德德哟 ，Sister Lin， 我看你先生的病情不是很乐观。为了避免病情进一步恶化，必须尽快做手术。动手术？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？怎么你都不知道吗？
我爸到底患了什么病啊？你父亲患的是胃癌。胃癌？患了胃癌的人，腹部经常都会有剧烈的疼痛，难道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吗？爸，我在医院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？你为什么选择一个人承受这么多的痛苦？爸爸没事的。我只会关心别人，却忽略了自己身边最亲的人。爸爸，对不起呀。傻孩子，一切都是注定的，不要太自责。秀月呢？是他跟我送你进来的。真的？那他呢？他家里有事，所以先走了。哦。爸，你怎么了？我去叫医生。不用。你妈知不知道我在这里？他刚才来看过你，可是你还没醒，所以他……
行动不方便就找护士帮忙，要不然医院要这么多护士来干什么？一辈子都是这样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也不告诉人。你的牙刷、牙膏、剃须刀还有风油我都带来了。医院的冷气比较冷，要披多一件衣服。裴静，我炖了鱼汤，胃不好，要吃清淡点的。裴静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心要瞒你的。算了，我们做腹肌做了几十年，你瞒我的事情还会少吗？以前的事就不要再提了。麦德，你来了。爸，好一点吗？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，过2天就要动手术了。没事啊，没事，没。咳成这个样子还说没事，喂你爸爸喝饮料。喝不下就别喝了。我喝，味道很好，再给我多一点。爸，你怎么了，爸？我去叫医生。不舒服你还逞什么强？你老是这个样子，让人家担心的。裴静，你们有听到关于 Sister 跟秀月的事情啊？当然有啦，听说啊，秀月是 Sister 的老公跟狐狸精在外面生的私生女啊。啊，难怪他会被调走了。我还听说是他去投诉 Sister 没办法才让他回来的。真的？好啦，今天是秀月第1天被调回来，给他听到的话就不好了。不会那么巧的。哎，嗨，秀月。嗨，秀月，好久不见了。是啊，欢迎你回来儿童部门哦。好了，可以开始交班了。干嘛？你们不想交班吗？加班。Tommy 的病情已经比较稳定了，不过医生劝他多出去外面活动，所以要注意他的点滴，记得牢不牢，不然针头很容易脱落。阿伯昨天刚动了暂时性的心脏分流手术，所以要特别注意他的脉搏、体温和血压。Alvin 今天晚上会动手术，千万不要给他吃东西或者是喝水，记得特别留意，不要给他偷吃东西。大美，你也要多注意一下你大嫂，她的情绪还是很不好。哦，去开工吧。Sister，你还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吗？大家继续努力，做好自己的本分，照顾好病人，知道吗？去做工吧。是 Sister。秀月，跟我来一下。
什么事？他有胃癌，过2天就要动手术了。那又怎么样？去看看他吧，有空就去看看他吧。对不起，他不是我负责的病人，看看他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。如果没有其他的事，我出去了。好啊。谢谢。Sister 又骂你了？那他叫你进去干嘛？她说她丈夫有胃癌。胃癌？我看得出，其实你很关心年书的。谁说我关心她的？我才不会理会她的死活。成人病房离我们儿童部不是很远，如果你想去看他的话，我陪你过去啊。秀月，如果你去探望爸爸，他会很开心的。请你不要自作聪明。我是永远不会去看他的。秋月，你来了。我把耳朵带来了。我是不是很失败啊？我以为，只要真心的去对待每一个人，一定能感动他们，就可以帮他们解决问题。可是不管我多么的诚恳，多么的真心，我还是没有办法感动秀月。我始终没有办法帮他解开心中的那个结，我也始终无法让他跟爸爸和解。你认为我是一个怎么样的医生？你对待每一个病人，就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。你当然是一个好医生了。我是一个好医生，但是我不是神医，我也有医不好病人的时候。可是这一次不同，这一次是我爸爸，我为什么偏偏帮不了他呢？或许秀月需要多点时间冷静呢。我可以给他时间，可是谁给我爸爸时间呢？我怕他等不了了。这是他最大，也可能是他最后的一颗心愿。
你们都说我是孩子里眼里的阳光，我也相信这世界是充满爱的，因为我有这幸福的家庭，我有一个爱我的妈妈，还有一个爱我的爸爸。可是自从我知道爸爸有了这个病之后，我真的很怕，我很怕我很快就失去这一切。你别这样想，现在的医术那么先进，而且我可以介绍我大学里的教授给您说医治，他是胃癌这方面的权威。权威？权威就可以保证医好我爸爸的病吗？权威就可以让他跟秀月早日和解吗？你看，这幅是什么画？日落。错，是日出。以前的张山妮看到的一定是日出，怎么现在看到的竟然是日落呢？你知道吗？月亮的光芒来自太阳。如果太阳本身就淡然无光的话，月亮怎么会有光辉呢？你不是希望你自己和你周围的人都生活在冷冰冰的世界吧？黄医生啊，阿伯他真的可以出院，他需不需要再住多2个星期啊 ？baby 动了手术之后，他的心电图、心跳还有呼吸都很稳定，你不要担心。可是，你看，他又哭了，人家碰到他也哭，人家没有碰到他也哭，他一直哭，那我应该怎么办呢？范太太，你先坐下。那婴儿之所以会哭呢，是因为他们还不会说话，哭是他们唯一和我们沟通的方式。你只要在触碰他们的时候，给他一点爱心，他是感觉得到的。真的啊？试一试啊。范太太，你放松，你别紧张，放松，来，别紧张。那我会叫护士教你回去之后怎么处理他的伤口，那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你要放松。我不要，人家已经很多事情要做了，我不会照顾他了。你看他又哭了，他一直哭。你可以走了吗？我忙了嘞。医生，范先生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事想跟你谈一谈，你跟我来吧。哦。医生，阿伯又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孩子已经动过暂时性的心脏手术了，只是他的抵抗力有点弱，很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。你只要在他的日常生活上多加注意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哦，那就好，那我就跟他办出院手续了。你等等，孩子是可以出院，可是你太太的情绪好像有点不稳定。我老婆有什么问题啊？我发现范太太的情绪波动挺大的，我担心如果把孩子接回家的话，她在照顾孩子方面可能会有困难。那阿伯还要继续留在医院呢？你家里有人可以照顾孩子吗？进来。王医生，这是你要的报告。好啊。哎，有，当然有了。我很早以前就发现我老婆这个问题了，所以我也很早以前就找了亲人帮忙了。可以的，医生 ，no problem。那没问题了。你可以去办孩子出院的手续了。哦，大美，带他出去吧。哦，谢谢医生。好。老哥，你为什么那么快就让阿伯出院？难道你不知道大嫂的情绪还很不稳定吗？放心啦，我都说我找到亲人帮忙了吗？谁？
你咯。我？当然啦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也是我妹妹，是阿伯的姑姑啊，而且你是专业护士，你不要跟我说你不会照顾阿伯。可是不要可是啦，你不帮忙的话，阿伯要继续留意的嘞。因为住医院像住hotel这样咩，很贵的。老哥，我就这么说定了啊。哎，我赶时间，我要去开工了啊。喂，老哥。那阿伯的尿布、衣服、裤子全部在这里啊，还有牛奶我也泡好了，在保温罐里。还有什么东西要做吗？没有啊，这样我先走了啊。哎，阿爸才刚刚回来，你又要出去啊？当然了，我接了一个大 project 嘞，有10几间condo的电线要跑，要去定紧一点的吗？你每次都这样的，每次把一个人留在家里，什么都不做，拍拍屁股就走。什么拍拍屁股？我是去开工哎，你问我什么？开金矿啊，不用做啊。做工，每天只会做工，你少做一天会死啊！我不做工，你该不会吃大便咩？叫我吃大便，你不爱人家了，你以前都不会叫我吃大便的，你现在不爱我干嘛了？哎呀，好了，不要这样了，讲你2句你就哭哈。现在人家连哭都不可以啊！你变了，你变得不爱我们了，你不要我们了。你真是无理取闹，懒得理你啊！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大嫂，快点听电话嘞！哎呀，大美，Sister，你的剪刀呢？在啊。哎，不见了。在这里。怎么会在你那里？你知道我在哪里找到的吗？不知道。我是在小孩子的病床上找到的。你是怎么搞的？竟然把剪刀放在小孩子的病床上？你知不知道这是很危险的 ？Sister， 我想丹美不是故意的。你们知道疏忽的严重性吗？万一小孩子不小心被剪刀割伤了，或者小孩子拿剪刀去割断了氧气管或点滴的输送管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对不起 ，Sister， 以后我会小心一点的。Sister， 丹美是因为担心她的嫂嫂不会照顾孩子，所以才会一时疏忽的。我大嫂刚带孩子出院，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回家都没有人听，所以我……谁没有情绪？不过我们是专业护士，既然病人把生命交到我们手上，我们就不可以疏忽，知道吗？是 ，Sister。当心就回家去看看了，反正你交班时间也快要到了。啊？是不是不想回去啊？想，谢谢 Sister。Sister， 原来你的心地那么善良的，那平时就不要那么酷嘛，好？喂。抱下我呀。大嫂。，baby 乖，baby 乖。大嫂。baby 乖，baby 乖，baby 乖。大嫂不在房不要哭了，间不要哭了。大嫂。云静的天空像美丽的图画，我睁大眼睛去寻找一颗心，动人的旋律，无界限的空间，宇宙中最亮的就是那颗守护星。有一天，你对我说，童话的梦会成真，请不要再犹豫，这个天空属于你，明天曙光你就会来。有一天，我对你说，你是我的守护星，未来的日子。
新传媒电视第8播道。新传媒欢庆电视40年，